有农户说啊，这个种这个白菜，一看这个新叶没有了啊，很多时候是被虫吃了。秋季这一块啊，最常见的虫，一个是菜心虫，另外一个呢蜗牛。实际上这两种虫呢，如果用药剂的话是非常好防治的啊。菜青虫的话，建议我们可以使用氯虫苯甲酰胺啊这样的一个杀虫剂，因为它的持效期本身也比较长，又是一个微毒的一个杀虫剂啊。另外呢，高露、高效氯氟性聚酯就是我们常说的功夫啊，这个既能杀灭菜青虫，同时呢，它对白菜的蚜虫也有一个很好的防治。所以防治菜青虫可以选用这两款药。还有一个呢，就是蜗牛啊，这个呢，你可以采用这个四聚乙醛这样的一个杀虫剂。四聚乙醛呢，目前有颗粒剂，有粉剂。颗粒剂呢，就是你撒到这个土壤表面粉剂这块我们是可以用来喷雾的通过这个药剂呢，防止这个蜗牛的危害。毕竟这两个虫害，如果一旦危害到你这个白菜心的情况下这个新叶的情况下对后期的白菜包心包括一些病害，因为你形成伤口了，它这个病菌呢会很容易侵入进去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白菜的软腐病软腐病很多人就称为什么烂心病，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说呢，我们前期对白菜这两种常见的虫害呢，一定要提前的进行去有效的防治。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叶面施肥尤其是磷酸二氢钾和钙肥这两个肥料。因为磷酸二氢钾和钙肥用到一起以后呢，它这个磷酸根呢和钙容易产生化学反应生成那个磷酸钙。这就是我们如果你混在一起用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开始出现那种絮状物然后不溶于水，实际上也就是你失去了那个叶面肥的效果。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好比说你种甜瓜经常要用磷酸二氢钾或者是钙肥去这个喷叶片往往就出现你这一次用磷酸二氢钾下一次再用钙肥，很麻烦。那么这两个物质现在能不能一起用呢？经过我们这1年多的一个试验发现实际上这两个物质是可以用到一起的，但是需要一个条件主要条件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钙肥。如果我们用硝酸钙这种常见的一些钙肥和钾肥混用的时候，肯定会出现这个絮状物。但是呢，如果你使用那个螯合态的钙就没有问题了也就是说和磷酸二氢钾是可以混在一起使用的。因为现在螯合态的钙呢，一般是用氨基酸类的去进行螯合也就是常说的氨基酸钙。因为这种螯合态的钙呢，它是非常稳定的溶于水以后呢，它不会与这个磷酸根粒子或者硫酸根粒子去结合，它是一个稳定态。所以说呢，这两个物质是可以混在一起。所以说使用磷酸二氢钾配上螯合态的钙是可以使用的。这样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我们种植过程当中可以去减轻这个劳动强度降低这个使用成本。这甜瓜现在已经开始处于这个膨果期了大家看一下已经处于膨果期了。这个甜瓜在进行膨果期以后呢实际上大家很多人关心的是钾肥的使用，因为钾肥使用好以后的糖度高嘛。但是有很多人往往忽略了另外一个元素，就是钙肥的使用。如果你在种甜瓜的时候，这个钙肥使用不好的情况下，或者缺少钙肥，那甜瓜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到成熟以后，你把这甜瓜掰开，会发现这个甜瓜瓤变成这种水银瓤了。西瓜叫水银瓤，实际上甜瓜叫什么呢？叫稻瓤，就是稀的，然后有一股难闻的味儿。很多人认为是熟透了，实际上不是熟透了，
原因呢，就是因为你缺钙造成的。所以说呢，甜瓜在进入到膨果期以后呢，我们种植户一定要去刻意的去补充这个钙肥。但是有些种植户可能说啊，我也用钙肥了，用的还不少，但是还会出现倒瓤，什么原因呢？你还是缺少钙肥。但是你用了，不代表它不缺，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钙肥在这个植物体当中的移动速度是非常慢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如果我们土壤干旱，也会影响钙肥的吸收。所以说呢，你在膨果期，第一个呢，浇水根据这个气温这块，一般夏天的情况下，好比现在，一般是1个礼拜就要浇一次水了。如果春季你像我们一般就是10天、12天要浇一次水，保持土壤见湿见干，利于钙的吸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叶片要去补充这个钙元素。钙元素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用糖醇钙、硝酸钙、螯合钙去喷施。这样情况下，你在这个甜瓜收获的时候，就基本上不会出现倒瓤这种情况了。有朋友说自己喜欢吃香菜，但是呢，每次种香菜种不好，主要是发芽非常少，芽率不够种的以后稀巴拉叽的我们种植户如果想去种香菜，想出苗率比较高怎么去种？因为香菜确实要比其他的叶菜类确实难种因为香菜它这个发芽确实相对说比较困难一点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吧，一个技巧，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技巧，主要是个种子。因为香菜它是带外壳的就是外面的一个很硬的一个壳，那么你就要用一个平面的一个硬物件，好比说那个用一个砖头把这个壳给它撕掉撕掉以后，你不要直接去撒种子，这样还会影响芽率。这是不干什么了？就是说在清水里面浸泡48小时，最低不能低于24小时但是呢，这个水温我们要掌握住一般控制在25度左右吧，正负2，因为你温度过高的话，还是不利于它种子发芽的。浸泡24小时以上呢，实际上也就是让这个种子吸水进行膨大饱满，这是第2步。第3步呢，有2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把种子捞出来以后呢放到一个能吸水的一个布上面呢，或者之类的东西放上去以后呢保持这个外面这个布湿润放在温度20到25度之间放个5、6天，基本上露小白点了，就叫催芽这是一种方法就是催芽以后，你直接撒到土壤当中以后，浮1公分厚的土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如果我不想去催芽，浸泡完以后呢，实际上你这个时候你直接撒到土壤当中，撒匀以后，同样覆盖1公分左右的土就可以了。如果采用后的一种方法的话，你浮完土以后呢，最好在上面呢能盖一个就是遮挡阳光直射的一个防晒网也行或者麻袋也行这些防止这个土壤水分过多蒸发这样的话也能保证这个芽率问题。一旦种到土壤当中的香菜开始出芽的时候，这个时候当中可能要会浇一次水，因为你秋季嘛干旱，要浇一次水。浇水以后呢，可能会出现土壤板结问题。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些苗拱不出来。这个时候你再浇一次小水，让土壤疏松。这样的情况下，你的种子芽率出土率就会非常高了。